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来分享我最爱的 The Ordinary 护肤品合集。The Ordinary 算是主打成分品牌的鼻祖了。大家好像从那时候才认知到，护肤品还可以从成分入手，颠覆了我们以往对它的观念。在市面上很难找到整个产品线全部都是无香料、无刺激成分、对敏感肌友好的产品，并且价格还这么白菜，效果却堪比大牌。其中有一些护肤品真的是改变了我的肤质，当然因为它们主打从成分入手嘛，可能会牺牲一些肤感，所以我今天推荐的大部分都是综合使用感比较好的，成分配方、肤感、效果都很不错的产品。先说保湿精华，他们家一共有3款，一个玻尿酸，一个氨基酸 B5， 还有一个海洋玻尿酸精华。这3款我们来做个横向对比。先说销量第一的玻尿酸 B5 精华，它确实把补水保湿做到了极致，用完以后皮肤明显的饱满有弹性了，并且它的成分也是很简单的，不会有过多的添加剂。我最喜欢用它来做医美的修复，透明质酸深层补水， B5 用来刺激皮肤的再生和修复。有些人觉得它的质地会有点黏黏的，因为它正确使用方法并不是直接当一个保湿精华涂在脸上，而是之前你需要在皮肤上拍打水分，或者你洗完脸之后不擦干的情况下直接上这个精华。因为玻尿酸它是有强大的吸水能力的，它可以吸掉你皮肤的水，也可以吸外界的水。如果你外面有水分呢，它就会把水分吸到皮肤里面，反而用的不得当的话，它会把你的皮肤里面本身的水吸出来，皮肤会变得更干燥。当然之后还是要加你喜欢的面霜，这么一套用下来之后，你就不会觉得它有那么强烈的黏腻感了。我觉得它在这3款里面保湿效果其实是最好的，但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粘稠度嘛，那偏油皮的或者着重肤感的人不喜欢的话，我就会推荐你用新出的这个海洋玻尿酸精华 Marine Hyaluronic， 这款加不加水都可以，超级轻薄，就像水一样的流动性，可以搭配他们家任何的产品都不会有搓泥的情况。它里面是富含各种海洋的衍生物，高达23%，像夏威夷红枣、来自海洋的糖蛋白、过滤后的蓝绿藻和11种促进皮肤健康的氨基酸，不仅补水，还有一定的修复的能力。它真的算他们家精华里面质感、质地还有上脸的使用感相当好的了，一点胶水的质地都没有，瞬间吸收。我之后搭配什么 VC 啊、视黄醇啊各类的精华都不会有搓泥的现象。对于我的混油皮来说，这3款精华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海洋精华。但如果你又想保湿又想调理皮肤的屏障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氨基酸加 B5 精华。它这个瓶子就不是透明的了，棕色的避光瓶。我看有人说用完它以后皮肤再也不会干干的了，就它有调理你皮脂腺、调理肌肤屏障的功能。氨基酸的和衍生物在里面的浓度大概是17%，同时还有一点点去除老废角质的效果。但我个人是没有非常喜欢它，原因是我觉得对于我的敏感肌它有点刺激，我每一次上脸都会有点刺刺的感觉。官方说是很正常的，因为里面氨基酸浓度很高，但因为我后续都会添加像视黄醇啊、A 酸呀这一类功能性的产品，所以我不希望之前的精华会有任何刺激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，并不是每个人上脸都觉得不舒服的，所以还是要自己去尝试一下。如果你是极度缺水的皮肤，极度干燥的肌肤，可以尝试一下它，看它能不能帮助你增强皮肤屏障功能。保湿面霜，我最爱的天然保湿因子面霜，混油皮必买，油痘皮必买。它里面只有你皮肤所需的成分，容易爆痘的皮肤一定要试试它。而且它非常的清爽，不是那种油腻感的，涂上脸很快就被吸收了，你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同时保湿力又很够，不含水，不含酒精，不含油，不含硅。从干皮到油皮，从敏感肌到孕妇都可以安心使用。它已经在我的空瓶器出现无数次了，我每次都是买最大值100毫升的，这个价格真的不能再要求太多。每次当我皮肤敏感、泛红，我什么都不能用的时候，我只想用它。
2个面油，一个给油皮的，一个给干皮的。油皮的玫瑰果油，100%有机冷榨玫瑰果油。玫瑰果油里面它富含丰富的亚油酸、亚麻酸，还有维生素 A， 非常适合皮脂腺旺盛的、容易出油的。它可以帮助你把毛孔类的一些油脂溶解掉，帮助它们排出来。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滋润皮肤。在护肤步骤最后一步用的话，锁水保湿，是很少油痘皮可以安心使用的油类。如果是干皮呢，就要用角鲨烷面油。它这个角鲨烷也跟一般的不太一样，它是叫半角鲨烷美容油。半角鲨烷呢，比角鲨烷的分子更小，更容易被皮肤所吸收，质地更加轻盈，更加的干爽。而且它不仅可以用在皮肤上，也可以用在头发上，解决一些毛发干枯啊，改善你毛躁的发质。3款生态类的自助餐，6生态还有5生态。我们先说我最爱的颈霜自助餐精华。我为什么说用它当颈霜呢？因为它的质地足够保湿，单用当颈霜都完全足够。所谓的十全大补精华，我非常喜欢生态这个成分，它是市面上最安全的抗老精华。它可以抚平你的皱纹，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，重返你年轻饱满紧致的状态，并且孕妇也是可以用的。像孕妇不可以用视黄醇去抗皱嘛，但是你可以用生态对抗细纹，减缓皮肤的衰老。里面像 Matrixyl 3000、6生态、类蛇毒血清蛋白等多种的生态复合物，浓度高达 25%， 一次对抗各种不同问题的老化现象。比如说你的法令纹啊、皱纹啊，就动态纹、静态纹，它都可以一瓶搞定的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它的质地稍微有点厚重嘛，我觉得比那个玻尿酸更加的像胶水质地一些。如果你是容易爆痘的皮肤，有可能有致痘的情况，所以我更喜欢用在颈部。所以我如果全脸用的话呢，我是更喜欢用5生态和6生态的。那下面说这个6生态，10%的 Argireline 6生态，所谓的平价肉毒杆菌，专门对抗动态纹、鱼尾纹、额头的川字纹、眉心纹，好像你的肌肉会更紧实一点一样，抬头纹和眉心纹没有那么明显了。而且它的质地是这里面流动性最强的，最好吸收的。最好不要全脸用，只用在部分区域，像我刚才说那几个动态纹的地方。那全脸呢就要用5生态了。5生态是针对静态纹的，所有的细纹、皱纹、法令纹，它是比6生态浓稠一点点的，但是我亲测不爆痘的，全脸用都没有任何不吸收的情况。它里面除了缩氨酸3000，刚才在 Buffet 里面那个成分之外，还有透明质酸，可以提升缩氨酸的功效，皮肤更加的水润。5生态我是很喜欢用在全脸的，所以我一般是5生态用全脸， Buffet 用在颈部，然后像鱼尾纹啊这些动态纹专门用6生态。下面是美白淡斑类，第一个熊果苷玻尿酸精华，2%的 Alpha Arbutin。Alpha Arbutin 就是 Alpha 的熊果苷，相比 Beta 熊果苷效果更加明显，对色素沉淀呀、斑点、痘印都可以很好的淡化。它可以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，从根本源头上解决黑色素的产生。而且我发现它对我唇周的暗沉有很明显的提亮，也是流动性很强的液体，像水一样的好吸收，刺激度比较小，算是比较温和的美白淡斑产品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然后是淡化黑眼圈的咖啡因精华，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，几乎人手一个了。5%的咖啡因加上茶多酚，它主要是改善眼部的浮肿，还有增强你的微循环，这样黑眼圈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严重。我还是蛮喜欢它的质地的，属于凝胶和液体之间，淡黄色，抹在眼周吸收也很快的，不会油腻。有时候我晚上熬夜，第二天气色不好的时候用它，真的有明显的提亮效果，并且茶多酚还是可以紧致你的眼部轮廓的，很好的抗氧化的能力。然后是我第一个接触 The Ordinary 的产品，让我爱上了这个品牌的东西，就是烟酰胺精华。它算是全能精华了，对于我来说，收缩毛孔、提亮肤色、抑制痘痘、平衡水油，并且连续用下来，黑头白头都变少了。
对于一个油豆皮来说，它真的是福音。我当时用了1周下来，那个毛孔缩小到黑头白头都浮出来了，好久没有看到自己毛孔那么小那么光滑了。反而我觉得它美白淡斑的效果一般，主要还是控油祛痘、调节角质层的代谢这方面能力更强一点。不知道我已经回购了多少瓶了，家中常备好物。最后一个提亮淡斑的就是12%的抗坏血酸溶液 VC 衍生物。抗坏血酸葡萄糖苷呢，它是一种非常稳定的 VC 衍生物。那一般的纯左旋 VC 它是油状的，它不溶于水。那这抗坏血酸呢是完全溶于水的，所以它的质地也是水状的，完全不粘不油。pH 值呢也是中性的，不需要特意放在比如低温啊或者冰箱中保存，就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。也是一个混油皮超爱的 VC 精华。肤感极度舒适，用它再搭配防晒霜，明显感觉皮肤没有那么容易晒黑了。即使去暴晒一整天，皮肤一点点暗沉都没有。如果你用其他的 VC 都觉得很油腻不吸收的话，不妨尝试这个 VC 衍生物。我近期在用非常喜欢的乳酸精华，10%的 lactic acid， 我觉得它算平价的 Sunday Riley 好基因精华了，非常的温和不刺激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刷酸新手的话，可以从5%的浓度尝试。像我是天天刷酸的那种了，所以10%对于我来说刚刚好。乳酸是天然存在于皮肤内的，不仅可以维持皮肤的水分，它还是一种皮肤的脱落剂，有效的去除老废角质，让皮肤变得平整光滑，就像你天生好皮一样。它的使用感非常好，也是水水的，很好吸收的质地。10%浓度的我用下来也完全不刺激，不会觉得脸会有刺痛感呐，或者加上其他的精华会觉得沙沙的痒痒的。那果酸用一阵子，你会发现白头黑头有减少的趋势。它是从里到外的深层去角质、清洁毛孔，而不是像普通的物理磨砂膏，只是把表面那层磨掉。平常1周用2到3次就可以了，是我护肤步骤中完全不能缺少的一步。下面这个厉害了，10%的杜鹃花酸。我觉得看我频道的人可能就听我已经说腻了吧，都不想再听了。杜鹃花酸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成分，它有着和视黄醇一样的功能，比如说去闭口、去粉刺、调理你的毛孔、祛痘印。同样，它温和到孕妇都是可以使用的。在我孕期，唯一用的 active， 唯一用的活性成分就是杜鹃花酸，并且它也支持日间的抗氧化，早晚都是可以使用的，让皮肤更加的均匀提亮。对于我来说，就是 all in one ingredients。尤其是对我下巴的闭口啊，基本用1-2天，你那个很凹凸不平的那种小颗粒就都不见了。The Ordinary 的视黄醇我最推荐的就是 Grand Active Retinoid HPR， 它比普通的 Retinol 要更容易被皮肤吸收，是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最平价并且最有效的视黄醇。像这个2%浓度的 Grand Active Retinoid， 这款 Emulsion 是那种乳液质地的，偏油皮也不会觉得油腻。HPR 是一种类维生素 A 的形态，是全反式维 A 酸的非处方酯，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作用于皮肤细胞，不需要像普通的视黄醇需要转化2步再变成 A 酸作用于皮肤细胞，并且它已经被证实比视黄醇要刺激性更小。那 HPR 其实是复合物，就你看见的百分比，比如2%、5%，它其实是90%都是溶剂，只有10%是 active， 是活性成分。所以像2%的 HPR 呢，相当于只有0.2%的视黄醇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说2%的浓度会不会很高啊？一般来说，这个浓度大部分皮肤都是可以接受的。我自己用下来呢，觉得它的祛痘效果要大于抗老效果，因为毕竟抗老你可能需要用个几年才可以看到皱纹呐、细纹的变化，但是祛痘效果它是很厉害的，就用个1-2天，你的痘痘就变平了，然后慢慢的消肿消炎了。
并且用起来也没有刺痛的感觉。但如果你是偏干皮呢，可以选他们家同款的，也是 HPR2% 的 Squalane 角鲨烷的精华。那它的溶剂就相当于在角鲨烷里面的，就那种油油的质地，你可以当做护肤步骤最后一步，同时用来抗老、保湿和锁水。尤其是没有尝试过视黄醇的人，我非常建议从 The Ordinary 的开始，因为价格比较平价嘛，可以先让皮肤建立一个耐受，先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它，然后再去买更加高端一点的视黄醇精华。那说了这么多产品，肯定有人问我，那我如何叠加这些 active， 如何叠加这些精华呢？那我个人建议是不要加多于2种的 active。那哪些成分不能叠加呢？可以去看我那支 Do Not Mix 的视频。像我，如果我用视黄醇，我之前就不会添加同类的去角质产品了，比如说果酸、水杨酸，我就不会再用了。当然，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晨间来使用，尽量减少皮肤的刺激吧。如果你同时用好几种 active 呢，假设你皮肤敏感了，你并不知道是哪些让你皮肤发生了应激反应，造成烂脸也得不偿失。好，那今天介绍的基本上是我比较喜欢的精华，还有一些油腻厚重搓泥的我就没有再说了。如果你们有特别想让我测评的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或者在下面分享你使用 The Ordinary 的心得。希望这视频对大家有帮助，不要忘记给这视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